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晚间呢，我们看到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0.43%的反弹。那么这轮反弹源自于一轮下跌。那么它的下跌过程呢，是在3月7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8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唐僧阴线，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跌破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的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了3月16日这根阳线出现代表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这个阳线的时间级别是日线级别的，因此呢，目前的反弹时间级别逐渐向日线级别发展。同时呢，行情走到这里面它在反弹过程当中突破了一个重要的阻力位这条阻力位就是位于32500点的，之前跌破的一个1440均线这条均线突破之后，行情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目前为止已经走到了一个8戒阳线的势力范围。那如果出现一个对称性的日线级别的反弹的话那行情或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反转。反转的目标点位就是在33500点这个位置。那么一旦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反转，那么势必将同步比特币出现一起的上涨。那么我们知道前面行情当中比特币是一直在冲高的一直是向上走的，但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一定的背离，一直在下跌。但是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比特币出现同步上涨的现象，我认为对于比特币的行情来说，一定会冲上3万美金之上。那么昨天比特币在冲高29184美金之后出现一个快速的回杀动作。这个回杀动作走到这里面，目前受到小日线级别1440均线在27500附近的一个支撑线所以呢出现了一个快速回落之后遇到支撑。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方面应该布局一个仓位。第一个仓位可以在这个位置布局。那第二个仓位怎样布局呢？我认为当前行情对于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焦点位它是一个黑洞的效应，所以呢将价格打压了下来。那么随着调整的进行，我认为下方在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也就是26000美金这个位置上构成了4小时级别的一个保护性的支撑。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支撑线不断上移，所以呢第二个仓位呢是在26000美金进行布局目标还是多头方向现在是一个多头趋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正在走的是第4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我们看到是1月10日左右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8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突破1440均线、1690均线和位于19500美金的一个重要压力位。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我们看到1月20日走出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然后走日线级别8戒阳线组，非常复杂的8戒阳线组，最终呢这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被空头剿灭然后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起源于312这一天，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呢，基本上到达了28000美金，然后开始持续的横盘震荡。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和一个箱体结构。那这个箱体结构呢，上面线底线我们都可以看到然后行情走到当前的这个位置，我们正在等待的是什么呢？正在等待的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如果这个标志性的阳线得以最终出现的话，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新一轮的第4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悟空阳线。那么悟空阳线、8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接着第4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开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目前处在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那么起始位置呢是在1月9日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然后是8戒阳线组。那么目前是沙僧位的这个位置，沙僧阳线上方的周线级别290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1690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那突破之后呢，我们目标点位是在32000点最终呢它形成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多头趋势。布局的方法呢，我刚才提到了，分别在小时线级别的支撑位和4小时级别的一个支撑线附近开始布局多单。那么止损也一定要有，在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把握重要趋势分仓布局，同时每个仓位设置止损就能够很简单的获得趋势上的利润所以呢，目前行情仍在多头趋势当中多头不用担心。
那么目前来看啊，我们并没有看到以太坊冲出新高啊，原因就是目前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仍然处在一个下跌和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它的一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跌破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线，这条支撑线源自21年5月份啊，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啊形成了一个重要支撑。那这条支撑线呢？几乎从来没有被跌破过。那么本轮跌破意味着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是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这种下跌趋势呢，非常容易出现平行于22年5月份的一段下跌行情。因此呢，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来说啊，它是一个下跌趋势啊，让以太坊的反弹力度不那么足。那么回到以太坊本身上来，我们切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那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看到啊，它的一个箱体结构非常漫长的一个箱体结构啊，目前没有冲出新高啊，虽然突破了箱体结构，但是依然在这个位置上盘旋震荡。我们看到前面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那么和比特币类似的是，目前对于以太坊来说，也正在等待一个新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才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走势还比较良好，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目前处在一个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最大痛点呢就是$1950，突破之后呢，突破这个周线级别的144日均线之后啊，上方空间才会被打开。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是跟着比特币走啊，它的突破和独立行情需要有一个大阳线啊作为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才能够走得更好。那 GOE 呢，最近几个交易日啊，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上攻动作啊。那么这个上攻在没有接近焦点之前，我认为它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同时呢 ，GOE 是类似于 DYDX 的一个平台币啊，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平台币啊，它和目前刚刚上线币安的 ARB 啊相互关联啊，在 GOE 平台上啊上线了 ARB 啊，同时呢。ARB 啊，目前涨势非常良好啊，作为一个新币种啊，一个次新币种，涨势非常良好，所以呢，间接带动了 GOE 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上涨。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日线级别在318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目前走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期又几乎接近尾声。那么在调整之后，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走的也正是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给出目标点位是在$0.8附近。同时，最近应该关注的币种是 Mask 啊，因为它是推特板块的龙头币种，最近涨势非常强。它的启动时间早在这个22年的10月份啊，开启了一轮上涨行情，然后对这个上涨行情反复进行回补之后啊，最近一段时间发动了一个新的突破。突破之后呢，我认为它会不断冲出新高，并且在周线级别上目前走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沙僧阳线走完之后，最终呢会走一个唐僧阳线，目标点位呢是$10。同时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处在底部区域的道指啊和 Fail 代币和道指处在一个水面之下啊，处在144均线和169均线之下啊，它是一个含蓄的一个爆发的一个等待期。在这个等待期过后呢，我认为它突破140均线、169均线，成功站上0.09之后呢，会有一个快速的上涨过程。那么对于道指这种币种来说啊，没有出现爆发动作，那么我们是埋伏等待左侧交易。而最近的龙头币种啊，我经常提到的 CFX 啊，那完全是右侧交易了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2轮日线级别下跌做调整，调整之后呢，重新搞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日线级别上涨之后呢，做出了一个同步的日线级别的下跌过程做调整，调整之后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收敛三角形，然后发动突破，突破之后呢，我们看到我画出来的这个上涨的过程基本上已经结束，那么目前重新又回到了一个平行的对称的调整过程当中。但是在周线级别上，在更大的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阳线走了之后走8阶阳线，走沙僧阳线，目前呢正是周线级别沙僧阳线它的一个震荡过程啊，周线级别震荡过程，震荡完成之后呢，我认为周线级别会走一个唐僧阳线，最终呢周线级别上涨期目标点位$0.7啊，这个是不变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